陛下，这些都是有关督察司的折子。一共多少封了？回陛下，一共整150封，都是有关要求撤督察司的。去告诉平越，再找不到有力的证据，他这个督察司就算夭折了。是，陛下。婆婆，拜见天您请起。这有没有外人？您是长辈，往后不必多礼。您坐。婆婆，昨日在裴府，蓉儿对您出言不敬了，不是本意，实在是气急，还请婆婆能够原谅。谢殿下。以后没有外人，您其实可以叫我蓉蓉或者平月。蓉蓉，哎，你们也坐。啊，我仔细的想了想，这么多年来，我确实一直都被蒙在鼓里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从今往后，文轩想要做什么，尽管去做吧，我会尽全力支持你们。婆婆比我想象中的要更坚强。这些年是我无能，希望一切都还来得及，让我担起一个做母亲的责任。娘，这一切都来得及，您安心即可。殿下此番请大家来，是想请大家支持督察司。殿下，在下自18岁起便入您门下，如今也有10年，臣之忠心，殿下明鉴。但臣以为，若任由督察司壮大，将来必定会对您的君位不利啊。若我说，建督察司是我主动提起，并且为我所用呢？殿下，可您能确实保证平越殿下一切都听您的吗？毕竟现在连上官旭大人，他也没放在眼里。既然我选择了平越公主，就有十足的把握她跟我是一心的。我们必须要依靠督察司，才能重新走出一条路来。殿下，那这条路是什么啊？无论是寒门，还是世家，只要是维护天下公平、清明正义，让天下百姓老有所养，又有所依，都跟我们是一路的。我们必须要把这些人团结在一起，才能重新闯出一条我们年轻人的路来。可殿下所言，真的能够实现吗？只要我们心中有，并且为之努力，我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，一定会实现。臣等誓死追随殿下。
分头追。是。哟，又疼了。哎，这些人下手真够黑。没事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不过呀，咱这顿打挨得值。啊，你看，你跟公主你们现在如胶似漆的，多好啊！如果揍得再狠一点啊，那是不是你们的感情就会更……你说什么？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做事做事哦。务必护好佳节，朝堂之上，孤亦有周旋。我们也该有所行动了。娘，一会儿一定要好好发挥。婆婆，一会儿看我眼色，重一点。好。见过殿下。文轩见过各位长辈。怎么？驸马和你们行礼，就如同本宫和你们行礼。我说的话，忘记了。裴侍郎，裴侍郎不还礼吗？殿下，二哥昨日受了风寒，还请殿下见谅。原来是病了。那本宫请御医来给你看看吧。来人！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文轩，今日过来，到底什么意思？祖父，文轩的意思其实很简单。文轩已年满20，也已成家立业，再如何也算是个成人了，断没有让其他长辈继续操心的理由。再说了，父亲留下的财产，就算文轩不能够掌控，也当由母亲来代为打理。怎么还能劳烦这其他长辈替我操心呢？义父，你是我裴家最有出息的孩子，他留下的东西，自然归你。不过你近日做事，总是冒进。你瞧瞧，这出了多少事情，令多少世家对你不满。你要打磨打磨自己才是啊。诸位说的是，文轩如今确实没有太大出息。不过，文轩在御史台也算是有点小权，日后在官场上，还望诸位族亲多多帮扶帮扶。今日文轩也在此表个态，我是裴家人，过去是，往后依然是。而且，我与平越殿下已经成婚，咱裴家无论如何都与公主脱不了关系。各位长辈，与其讨好那些世家，不如一心一意跟着陛下和公主，如此又何惧世家的威胁呢？还望祖父决断。当初这件事情交给我打理的时候，我就同大嫂讲过的。我说日后难免会有嫌隙，你当时怎么说的？你说文轩只是个孩子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现在呢？哎呦，算喽，一派胡言。你当初是跟我说，文轩还小，还要回老家守孝，我身子不好，怕被别人骗，所以才让我把财产交给你来掌管。你做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，我都不想再说了。可如今，文轩已经是当朝驸马，他也回来了，我好不容易丢尽脸面同你开口问你要钱，你竟然不还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？
你，哎，二叔，我娘的意思呢，不是怪你，也不是怀疑你，知道你是为我们好，但文轩确实是缺钱。原来你一直都是在骗我，亏我如此的信任，你竟然这么骗我！你到底对我儿子做了多少亏心事？亏我把你当成弟弟一样来看待，你怎么如此的狠毒？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你听我解。我不想听你解释，我都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了？你知道你当初竟然要杀了他。这件事，我今天不同你计较，今天就只一件，你把钱还给我们。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是文轩的钱啊！你一定要把钱还给我们。我怎么是姑父呢？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当初要是没有李治，你能有今天吗？好好的想想，当初要不是为了你，替你去户部求亲托关系，你能有今天吗？你忘了你是如何的跪在他面前说要把文轩当亲生儿子一样对待？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我又没说不还，我只是代为保管。但是挺好。裴文轩，他现在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忙，他管得了吗？还有你，难道要交于你？我一片好心啊，我代为打理。我不管。看我的。你说的对。如果我只是为了权势，今日所做的一切对于我来说没有太大利益。我应该和世家绑在一起。不该建立督察司，不该查情事案。可是我要权力，不是因为我想当人上人，而是我想要活在一个我想要的世界，一个正义与公平的世界。公平，公平这个词，是世界上太过珍贵又奢侈的字眼。苏大人，不必劝我，也无需拦我。你劝不了，也拦不住。如果实在不同意，尽管放马过来吧。太子和我不是一道的，我的路我自己走。裴大人，怎么就只有你们两个？其他人呢？许是水土不服，俩人都闹肚子，就不下来陪大人用餐了。知道了，坐下来吃吧。是。裴文轩此行，定是要去收集行军日志了。既然不能为我等所用，只能处置了。平月，朕昨夜接到折子，奏你夜闯刑部，劫了秦家一家人。怎么，你到刑部闹事还闹上瘾了？陛下，微臣请求严惩。恳请严惩。恳请严惩。削去封地，严加惩戒。平月，你听到了，也看到了，你闯了这么大的祸，可查出什么东西来吗？上尉，可儿臣查案之后发现，证人全部遇害，而证据也大多被销毁。儿臣还在追查，
望父皇再给些时间。竟然全死了！就在城郊，集体被杀后，弃之荒野。父皇，一个案子，若证人全部被杀，难道这个案子没有问题吗？陛下，证人死了，证物可还在？杨业的信是真的，他们收受贿赂的黄金也是从秦家找出来的。这些证物，御史台、刑部、大理寺都检验过。难道殿下认为，三司都在欺瞒您吗？难道没有这种可能吗？本宫建立督察司，你们这些人日思夜想如何夺权，如何让本宫知难而退。你堂堂刑部尚书，面对如此疑点重重之案，不思如何查案，不思还原真相，只想着玩弄权术，视人命如草芥，你让本宫如何不怒？你们要做什么，本宫很清楚，但本宫告诉你们，要被你们冤死的秦家人，他们不仅仅是几个朝臣、几条人命，他们是边境的高墙，是大夏的脊梁，而你们今日要毁掉的是大夏的江山，是大夏的未来，所以，本宫绝不会让步。追！擅闯刑部的责任我担着，但我就问你们一句话：秦家人，你们敢不敢放在我这儿？秦氏案，敢不敢让我查？既然你说证人之死与秦氏案并无关联，那你怕我查什么？陛下，微臣不是怕殿下查案，微臣是怕殿下闹事啊。若是孤来保证呢？只怕太子殿下约束不了平越公主。那你想怎样？秦家案，我查定了。殿下也必须罚。陛下，微臣乃刑部尚书，不能容忍有人如此践踏王法。哪怕殿下贵为公主，也该遵守天子之纲。好，那就如谢大人所言，启禀父皇，擅闯刑部乃儿臣之错，儿臣愿自请杖责30，北雁塔诵经1月。可刑部之人办事不力，对关键证人不多加保护，间接导致证人全部死于他人之手，此为一罪。父皇受命儿臣掌管督察司，可刑部却不肯听从圣旨安排，不肯全力配合调查，反而借以规章之名对儿臣百般刁难，藐视父皇权威，此为2罪。陛下，如今得知证人已死，此案有疑，却揽之待证，不肯深查，此为3罪。一派胡言！谢大人乃刑部尚书，掌管刑部，如今刑部上下弊端百出，谢大人难辞其咎。儿臣自愿领罚，可整顿刑部，势在必行。以上3罪虽集中于秦氏案，但管中窥豹，刑部平日此般办案风格，实乃危害社稷之事，还请父皇上下严查，绝不姑息。我这外甥女是个人物了。公主言之有理，还请陛下严查刑部一干人等。恳请陛下严惩刑部。父皇，秦家案既然儿臣已经插手，便不会放下，还请父皇再给儿臣20日。陛下，不可。20日后，若查不出什么，便说明秦家案并无冤屈，是儿臣在胡闹。
儿臣自愿领罚，逐出华京，自回封地，再不入京。准。殿下，你看好家，驸马一有消息，随时过来告诉我。是，殿下。蓉儿已经彻底的背叛了上官家。你这个当母后的，知道吗？这孩子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自从大婚之日开始，就跟变了个人似的。看来裴文轩对他影响很大呀。似乎也只有这种可能了。你去北雁塔告诉他，别等裴文轩了。这一年，我18岁，我还没有成亲，而你和父皇都还没有死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莫非老天爷都觉得过去的我活得太过憋屈？你不过跟你母后一样。想利用上官家族来控制皇室。有一日若我登基，你也会像世家逼父皇一样逼我吗？你和他是什么关系？青梅竹马。不知道荣清现在怎么样了？裴文轩这个狗东西，当初瞎眼选了你，不料竟招来杀身之祸。这一次，你给我等着！殿下，我们该出发了，可不能让陛下等着了。你可知，父皇宣我用膳，所为何事？陛下要跟您选驸马喽！竟又赶上这鸿门宴，好巧不巧，竟是回到了这一天。上苍既然重新给了我一次选择的机会，我绝不能再重蹈覆辙了。裴文轩，最好没有你。更衣。公主殿下，
不管咱们因为什么在一起，既成了夫妻，我还是想同你好好过一辈子的。臣不胜荣幸，定当结草衔环以报。既如此，那日后相处，第一件事情便是坦诚。当初说的再好，也不过跟着宫里的人一样，无一例外的选择了权势与利益。10余年未见父皇，原来我在18岁时，他便已经这么老了吗？父皇，若一切重来，我们可否只是寻常百姓家的妇女？你站在门口做什么？儿臣给父皇请安。免了，过来同朕一起用膳吧。父皇，这是儿臣给您带的长乐宫您最爱吃的栗子糕，您尝尝。福公公，这与礼不合。闭嘴！这可是殿下带来的点心。啊。殿下恕罪，新来的不懂规矩。快去。好吃，父皇尝尝。好，我尝尝。荣儿有心了。父皇今日怎么有兴致叫儿臣过来用膳呀？不来。来人，殿下请看。第一位，宁国侯卢廷威之子，御赐世袭公侯世子卢宇。第二位，护国征西大元帅杨业次子，御赐1等少将军杨权。第三位，新晋才子崔玉郎，竟跟此前一模一样。第四位，前礼部侍郎裴礼之之子，永宁22年推举首选裴文轩。该来的还是来了，终究躲不掉。父皇，近日朝中都在说你的婚事，朕想着你也到了出嫁的年纪，便叫你过来看看，这4位公子有没有合心意的？怎么，一个中意的都没有？这可是朕精心为你挑选的，你随便选一个有眼缘的，其他的事情朕会帮你安排妥当。一切如旧，我不过是父皇平衡世家的一颗棋子。儿臣倒不是觉得没有中意的，儿臣就是觉得他们长得都好看，儿臣都想要。胡闹！都退下。殿下告退。若真如你所说，那日后那些大臣们的折子，都能把朕给埋了。父皇，儿臣就是开个玩笑嘛。那您说成婚最重要的是不是人品，不是长相啊？那儿臣光看肯定看不出来什么。不如这样吧，你让儿臣装扮成一个普通人家的姑娘，把这些人叫出来见一见，聊一聊，提前培养一下感情。
最好啊是能带儿臣出宫游玩一下。儿臣听说玲珑阁的烤鸭最好吃了，护阁寺的桃花……好了好了，你到底是要去见夫婿呀，还是想出宫去玩啊？父皇，父皇，您就答应儿臣吧，父皇，父皇，父皇。而且马上要办春宴了吗？那就借着办春宴见一见喽。把这4位公子都请过来，你跟他们见见面，说说话。怎么？你还有什么顾虑吗？儿臣觉得，如果单叫他们4个人，未免太过明显了，不如再多叫些世家子弟过来。这人好不好都是相比较出来的嘛。那么多公子站在一起，谁好谁坏，儿臣一眼就能看出来。父皇以为呢？他是个主意。哼，就你鬼主意多。多谢父皇。天大的好事啊！童烨，你的脸怎会如此年轻？我这脸还年轻？我不是在做梦吗？公子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是不是被秦小姐退婚这事气到了？啊，可不能往心里去啊！这是她退婚，是她的损失。你等等，今日是何年月？永宁24年3月初1啊。公子，记住今天，今天可是个天大的好日子。什么好日子？我长话短说啊。最近咱不是诸事不顺吗？啊，秦小姐退婚咱不说，佟大娘天天堵着门催债呀。二叔啊，把着咱家银子，他就一个。这不是我最穷的时候吗？还好日子。你说，如果行了，你不是说长话短说吗？好，我得想办法帮您转运呢。我就去给祖上上了香。说重点。重点来了啊！我刚许了愿，给您求个好姻缘，这老爷就显灵了。您知道吗？啊，平越公主让她的侍女给您送来了春宴的请帖，要您去参加呢。平越公主。啊。李荣啊，可不能指挥公主名讳啊！被他们听到传出去是要杀头的。哎呀，人家在书房等咱半天了。咱这么想啊，这秦家退婚也有原因呢。你说自从老爷子去世以后，二叔就压着你，要钱不给，要权不给。我跟你说啊，就这些事儿啊，估计就是那些坏胚子给使的坏。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？这事儿从今往后不许再提了。好，但你不许伤心了啊！是报应吗？我又回到了最穷困潦倒的时候。秦家小姐退婚，不久之后便是平越公主纳婿。裴公子，这是平越公主让我交给你的春宴请柬。她收到请帖的时候，有没有很惊喜、很意外？啊？她有没有吃惊地问你？啊，哎呀，我这只是一个8品小官，平越公主怎么会送我请帖呢？她是不是高兴疯了？当时的情形是……静兰姑娘，我就是想再确认一下，您这个请柬是要给我们家公子的吧？啊，我们家公子刚刚晋升8品，请柬没送错，定是公主殿下送给我的。裴某不才，好在皮相尚可。皮相尚可。好一个皮相尚可。那我就让你红颜薄命。这
是一个从头再来的梦，一切又重新开始了。